全是他。天武榜上的2甲薛神官和3甲王一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，眼下的情况有些复杂了。这就是薛神官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这么多年没踏入江湖了，没想到再一次露面，就碰到了这么有趣的情景。消失了这么多年，你去了哪里？这世上有许多有趣的地方，你去过一个没有白日只有夜晚的地方，或者没有夜晚只有白日的地方吗？你见过10万群山环绕，再强的高手落入其中也找不到出路的险地吗？你去过万里冰原千里雪山，见一束神光从天划过吗？不曾。你自然不曾，你只困于那一方池塘，想着做那天下第一。唉，你说的那些地方，曾经的我也向往过，可惜呀，这些年我都在那囚笼之中度过。哼，那些地方既如你所说的那般精彩，如今又为何回来了？我自以为这些年已经隐去了踪迹，无人能找到我了，但那封让我不得不来到这里的信，还是落到了我的手中。若我没有猜错，此刻的宣威城已是棋局。谁敢在我的地盘上做局？不过我从来不介意作为棋子出现在棋盘之上，然后破局而出嘛，我也喜欢。我们的立场各有不同，若谁先动手，怕是会给剩下的人以可乘之机。还没到生死搏命的时候，不如一起玩个游戏。今晚薛某我想吃这鱼肉，就看2位能不能抢过我了。小子，和我们2人比内力如何？江湖上不是年龄越大武功就越高，但若问内力，自然是修炼的时间越长越是浑厚。薛神官听声音不过是一个中年人，苏简和王一都已经是年近古稀，拼内力，苏简会有机会吗？薛神官修炼通天策多年，内力深厚，确实天下难寻。通天策可不是练的，通天策都是种下的。哦，这位前辈知道的可不少啊。看来那老头子的传人是你了。正因为当年他不肯把通天策给我，所以我才练了另外一门武功。灭绝神功。据我所知，灭绝神功是一门追求纯粹内力的武功秘籍，非常霸道。我是枪客，内力对我来说终究是小道。有几分意思。这些年你的武功进步了不少啊。看来今晚要改吃别的了。哼，臭老头，刚才那一枪差点扎死我，看我怎么整你！怎么对他没用？哦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高手，竟能瞬间破了此局。居然想要吸走我的内力！你方才用的是仙人书上的武功，管他什么武功，这一战
算谁胜了？我觉得是你身边的这个年轻人，他很不简单。胜利的结果是什么？帮你们一把。你们先走，我来会会枪圣老爷子。哎，叔爷，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我可是刚帮您赢了枪圣啊！不能。叔爷，您带我来这里，等的不就是薛神官吗？那薛神官来了，您怎么说跑就跑了？那个薛神官邪门得很。真是个有趣的少年郎。树林里有人在吹叶子，看来那便是方才操纵傀儡之人。不追过去吗？你听得懂曲艺吗？也听不出什么名堂。这曲艺是在告诉我们，山高水长，很快自会再见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不管此人是不是薛神官，都是一个有趣的人。好吧。吹的这都是什么呀？嘿呦，嘿呦，救我，救我！呵呵，这是要让我去救他吗？师爷，你自称魔君，还曾叱咤江湖多年，怎么今日见你2次都在跑路呢？我一直在想呢，若我重回江湖，必当惊艳世人。哦，方才池塘边，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力战天武榜2大高手，谁看到了？谁记下了？我呀。你？你巴不得最后捅我一剑，然后说这些人都是你打赢的吧？哎，怎么会呢？所以我这一战一定要在英雄大会上，天下人都看着，那才痛快，那才尽兴。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有，就是没想到您是这么个虚荣的人，这和我想象中的魔君不太一样啊。哦，你想象中的魔君应当是什么样子的？所谓魔君，剑走偏锋，应当不限于名利才对。杀了便杀了，管他什么时候杀，在哪里杀，为了什么而杀。你说的是魔头，不是魔君。所谓魔君，重要的不是魔这个字，而是君。你知道什么是君吗？自然是君王的君了。魔君不就是魔头中的君王吗？最大的那个魔头。不是。啊，哎，该不会是君子的君吧？没错。啊，便是君子的君。看来你已经是我的知己了。啊！和着老祖宗待了几个月，从一开始担心他一刀把我杀了，到现在称自己为知己，啊，真是越来越摸不透这所谓魔君的脾气了。怎么又想跑？啊，没有，来了。叔爷，
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坐着？看，我给您准备了什么？哦，你倒是挺机灵的嘛。嘿嘿，师爷，既然你的武功已经如此之高了，那还要天机匣做什么？天机匣乃我苏家传世之宝，岂能为外人所得？哦，那天机匣中究竟所藏何物啊？既然你是我苏家子弟，说与你听到也无妨。传说中数百年前，天下有4大世家，分别为北境苏家、南境吕家、西境叶家、东境墨家。这4大世家守卫四方，抵抗着4境之外的敌人。4境之外4境之外，指的便是天下尽头之外的天地。据说那些天地中，亦有绝强武者。4大世家的职责，便是阻拦他们的入侵。直到一场旷世之战的到来，虽然4境之外的敌人尽数被打退，但4大世家的存活者也不逾2成。这2成人最终散落世间，有的依旧保持着宗门势力，比如我们苏家，便来到了围龙山；有的则彻底消失在了世间。不过4大世家都留下了一名绝强武者，守卫在四方。每过100年，4大家族便会派出新的守卫者进行更迭。哎，等，叔爷，你确定不是在说神话吗？这么轰轰烈烈的故事，怎么我从小到大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呀？因为这件事啊，只有4大世家中最核心的宗门弟子才知道。苏氏一族的古墓之中便画着这一段故事。当年我初入江湖，当时江湖之上最有名的2个门派，便是无极剑宗和英雄冢。这我倒是听说过，一南一北，分管天下。呸！什么分管天下？不过就是一群癞蛤蟆。对，叔爷可比癞蛤蟆强多了。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怪我说错话了，天机匣，咱们还是说天机匣。当年我在江湖上独行，根本不把这2大门派放在眼里，他们呀，便给我起了个魔君的称号，我觉得不错，中途还去学宫住了小半年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个同窗好友叫东方文林，他现在如何了？什么？如君和如胜居然是同窗？如胜，这小子继承如胜之位了。哎呀，看来我的眼光果然很好啊。哎呀，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也应该变成一个老书生了吧？要告诉他吗？我就是你要找的人，如胜，东方小月。哎呀，不能说，绝对不能说。哎，对了，叔爷，那后来呢？或许是因为我在江湖上闹得动静太大，父亲便派人来寻我了。再后来，我回到围龙山，遭受家规责罚。我不服，为什么我们围龙山传承自如此厉害的祖先，这一辈也拥有众多绝世武才，却要偏居在此？若我们下山，哪里还有什么无极剑宗和英雄冢？父亲斥责我，说苏氏一族的存在乃是守卫天下，而不是给这个天下带来混乱。当时的我见惯了江湖的风流，哪能被这句话给说服啊？我说我要去见北境的苏氏守卫者。父亲认为我疯了，便把我关入了忧郁之中。那时候我本有机会逃脱，却束手就擒，等的便是父亲回心转意的那一天。只可惜苏氏先祖和我父亲先后遭遇劫难，后来天机匣就被抢走了。这些事情你之前跟我说过，只是没有提及你的过往。是啊，后来我便心灰意冷，
直至再次听到天机峡的消息。后面的事情知道了，师爷，能不能先松开？啊，要断了！差点把你给忘了。你以为今日这件事儿那么容易就能蒙混过去吗？啊，合适啊！你一直跟我说你武功不好，我试了几次，确实差得令人发指。但是方才你对王凌霄用了一门武功，我还记得王凌霄说了这个武功的名字——仙人书，听上去好像有几分意思。他胡说八道的，我就是打了他一掌，他怕没了面子，才故意说我有什么什么厉害的。现在可不是你说话的时候。师爷。